诚意的出海地图，当时立体广告说话，护城河是怎么挖出来的？假设一下，受谎这部剧的主角不是诚意，而是换成另一个同咖位的人，同样一张概念海报，同样什么都还没拍，就往平台上一放，你觉得那个预约量会跟现在一样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不会，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。各位好啊，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最近扒了一圈诚意这2年的出海和作品数据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我太激动了，必须得跟大家好好聊一期。今天这个视频不读新闻，数据我会给，但重点是我想跟你们拆一个东西，一个演员的名字到底能值多少钱？不是粉丝说了算，是市场说了算。行，回到正题，先说受谎这个事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部剧到我做这期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出了一张概念海报，连机都还没开。注意啊，概念海报不是正式定妆，更不是预告片，就这么一张图，平台上的预约量已经冲到了大概17万这个量级，而且还没开机就先拿了个奖，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的2026最具期待作品奖。你没听错，还没拍，先获奖。你品品这个事儿，翻译成人话就是观众连一帧正片都没看到，就用行动投票说我要看。这个预约不是营销砸出来的，是这个名字本身带出来的。我得插一句，这个具体数字我是凭我看到的报道说的，各家写的略有出入，大家以平台公示为准，如果有偏差，评论区指正。但趋势是明确的，未拍先火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未拍先火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的判断是，这是一种资产。你可以把观众的信任想象成一个账户，演员每交出一部让人满意的作品，就往这个账户里存一笔，存得够久、够多，到某一天他还没开工，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就已经能兑现成实打实的预约量了。这就是满级号的那种从容，不是运气，是这些年一步一步攒出来的。说白了，营销能借你钱，但信任是你自己的存款，这两个完全是两回事。好，下一个点，这个我觉得是全片最硬的一块，棉权。棉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诚意在《富山海》里演绎的这套棉权得到了非遗传承人的认可。传承人有句原话，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愣了一下，他说诚意练得很漂亮，比我们平时练功时要更好看，更得体。你先别急着当成客套，你想想看，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内行说的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一个圈外观众夸你打得帅，那是看视觉；一个把这门功夫练了大半辈子的传承人夸你，那是另一个 level 的认可。这两种夸分量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这里头还有一层文化意义，我觉得特别值得说。传承人自己也说了，把非遗武术融进影视作品，能让更多人了解棉权，是个很好的方向。你想想，武侠戏这些年很多打戏靠什么？靠特效，靠慢镜头，靠剪辑。真刀真枪去练一门传统武术的越来越少。诚意这次是把棉权这门非遗真的用身体练出来，放进富山海里，等于让一门快要直躺在名录里的老功夫重新在屏幕上活了一次。这个我得说的准确一点，我不是说别人不努力，我是说在这个大家都习惯用技术手段省事的环境里，肯这么下本功夫的人本身就值得被看见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苦练真功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老粉应该记得，诚意这些年武戏一直是自己上的多，这不是这一部才有的，是一贯的。所以传承人这句夸落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突兀。好，接下来这段我得先声明一下，下面我先把网上一些不同的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整再判断。网上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，未拍先火，会不会就是粉丝滤镜，就是虚火？第二种声音是多国出海，是不是发行方铺量而已，水花其实不大？还有第三种，说逆周期布局什么的，是不是想太多了，一部剧就是一部剧？行，这三个我一个一个回。第一个，虚火。
如果是纯粉丝刷的虚火，它撑不起跨过粉丝盘的预约体量，更对不成后续的播放。虚火的特点是喊得响，落地虚。但你看绵拳传承人那句认证，那是圈内的，跨出粉丝盘的背书，有内行兜底的热度，你很难说它是虚的。第二个，铺量。这个我们下一段用越南的硬数据来回答，我先卖个关子。我只说一句，如果只是铺量，它上不了人家的黄金档。第三个，想太多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恰恰相反。我等会儿会讲，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，能同时在好几个国家稳定发力，这不是想太多，这是别人想做也未必做得到的。所以你看，三种质疑，单独看好像都有点道理，但你把数据摆一块儿，他们其实都站不住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局面不是靠喊出来的。来，兑现刚才的承诺，说越南。傅山海在6月底正式登陆越南的上星频道 Today TV， 上的是黄金档。首播成绩是这么说的，约1.8万播放，断层领跑，超同期上线剧集的30倍以上。30倍啊，各位！这个数字我也是查了半天，有的报道说是首播片段的数据，具体口径我先保留一点余地，但即便打个折，这个量级也很能说明问题。而且关键是，它上的是黄金档，这就直接把刚才只是铺量那个说法给否了。铺量能铺进播放里，铺不进人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。黄金档是稀缺资源，人家凭什么给你？凭内容能拉人。我知道咱们频道有不少越南的朋友，这段我特别想问问你们，你们那边是真的在看这部剧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因为我觉得武侠这个东西在东南亚是有土壤的，而成毅这种扎扎实实的打法，正好 get 到了这个市场的点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把地图拉大一点看。同一个时间段前后，你看啊，权谋剧《长安24季》去了韩国，上中华 TV， 还启动了2轮播出。武侠傅山海，越南 Today TV， 玄幻天地剑心，日本卫星剧场10月。等等，我核对一下，对，日本那边是卫星剧场10月档。好，没记错。3个国家，3种完全不同的类型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成毅的出海接受度，不挑赛道。权谋、武侠、玄幻，他都能出得去。这跟那种只在单一某个赛道吃得开的路子是不一样的格局。这走的是大棋，不是压一个类型赌运气，是多线并进，哪条线都立得住。好，拉回来说最后一个点，也是我觉得最能体现判断力的一点，护城河。大家应该都感觉得到，这2年整个影视市场是偏冷的，项目变少，预算变紧，这是行业周期，是客观环境，谁都躲不掉。在这种大盘往下走的时候，哦对了，我得先补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逻辑。当一个行业在收缩期，大部分人的策略是守，是等，是收着。这时候还能往外扩，还能在多个海外市场持续供货的，凤毛麟角。行，现在回到成毅，他这套多作品、多国、持续出海的打法，在这个节点上就变成了一条护城河。国内大盘冷，海外还有好几个市场在接他的作品。这就是我说的抗周期，你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，那个篮子出问题的时候，你才稳得住。我特别想对比2种模式，一种是一部爆款出圈，短期声量拉满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归于沉寂。另一种是多部作品持续发力，细水长流。前者像烟花，后者像长牛。你说哪种更扛得住一个下行的周期？所以到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所谓文化输出，不是发个通稿喊喊口号，是傅山海真的上了越南 Today TV 的黄金档，是绵拳真的被练出来放进了戏里，是一步一步作品真的走出去，被别的国家的观众接住，这个才是真的。这期就先聊到这。不过说实话，这盘棋还有一面我今天没展开，就是出海这件事对成毅接下来选剧、选类型的反向影响。这里头有个一直没什么人提的细节，我留到下期。
下期咱们专门掰一掰，当一个演员的作品开始在多个国家跑，他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走？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咱们下期见。